是少奶奶买了些东西，让人送上门来。买了什么？一批罗甸漆和一些香料，还有一些七零八碎的。让账房把钱付了。说是少奶奶已经付过钱了。公子，还有一事，少奶奶看上了一个铺子，之前出的价，那家不肯，这会儿又后悔了，跑到家里来候着，说是愿意。您看这……裴荣这回是惊了，谭悠悠竟然背着他买铺子了，这是要做什么？相公，你去忙，我先回去叫你嫂子不要准备晚饭。二哥慢走。裴荣送走陈二郎，方折回去看谭悠悠究竟买了些什么。果然如同料想所言，什么都有。要卖铺子的人在哪里？把人叫去书房候着。不多时，一个年约20来岁的男子到了书房外，利落行礼。给裴先生请安。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铺子又在哪里？小的姓陈名峰，家住跑马巷内，铺子就在四宜书铺旁，日常卖一些茶叶土产之属，因经营不善想要转手，恰好裴少奶奶知道，就想买下这间铺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年前裴少奶奶给过一次价，没谈成，今日一早少奶奶打门前过，又给了一次价，小的觉得少了，但家中老夫又说可以了，这便让小的上门来寻少奶奶协商。你读过书？裴荣酸唧唧，这件事竟然是年前就有了的。略读过几年，奈何家贫，只能放弃从商。你们谈的什么价？你与我说也一样的。回裴先生的话，恐是不行。裴少奶奶有交代，这事儿只能他与小的谈，因为是他要买，不是裴家要买。既然少奶奶不在家，那小的就改时候再来，多有打扰，请裴先生见谅。不，你卖给我。那个裴先生，虽说夫妇一体，但此事陈某已然答应过裴少奶奶，一诺千金。听闻您是端方君子，想必也不会为难小的吧？裴荣黑着脸挥挥手，让陈峰离开，自己仰倒在椅子上，气得不想说话。公子啊，家里来信了，一封是老侯爷的，一封是少奶奶娘家的。裴荣看看天色不早，谭悠悠仍然没有回家的意思，索性带上书信和随从，自己上街去寻。裴荣在茶馆里扑了个空，打听到去了狮子楼，又忙着赶过去，还是扑了个空。公子爷，或是少奶奶他们中途改变主意回家了吧？毕竟少奶奶最是贤惠心善的，肯定不忍心让您饿肚子。看着天色不早，想必很快陈二爷他们就要来家了。客人来了，却不见主人在家，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裴荣肯定不能做这种事，当即出了狮子楼往家走。裴荣黑着脸回到家，刚进门没多久，陈二郎夫妇就抱着孩子过来了。我原本说是明日再过来给你们拜年，大家在一起聚聚，骗你二哥说择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天好了。哎，弟妹是在厨房里忙活吗？我去给她帮忙。他还没回来，不晓得逛到哪里去了。二嫂就坐着玩好了，厨房里自有人忙活。我还是去厨房看着吧，弟妹现在还未归家，肯定是有事耽搁了。我去看着，叫她回来就是现成的。潘氏去了没多久，小五欢天喜地的来报信，少奶奶他们回来了。总算还知道回来。相公，你可真坐得住啊！梅姨娘、三姨姐、大舅兄都在呢，你这个女婿不去打个招呼吗？哦，是这个理。裴荣顿时神清气爽，装模作样道：那我先去一趟，随后就来。去吧去吧。裴荣赶到二门处，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几个婆子大包小裹的在车上取了东西送进去。他只好又往正房去，不想正房里还是冷冷清清的，并没有谭悠悠这个人。公子是寻少奶奶吗？少奶奶去了东花院，说是吃过饭了，让您别等。他不知道家中有客人吗？应该是不知道。你没长着嘴吗？他不知道，你不会告诉他？
规矩呢？我看这些日子没讲规矩，把你们一个个都放松了。再骂也没意思。裴荣板着脸往外走，有心不理谭悠悠，直接去外院，又怕陈二郎夫妇看笑话，于是硬着头皮又去了东跨院。他是去问候美姨娘的，才不是想求谭氏呢。我来看看姨娘。梅姨娘很快迎了出来，笑眯眯道：姑爷太客气了，怎么还特意跑过来？不必这样客气的。我今日逛街看到一把扇子不错，给你和悠悠他爹兄弟们各自买了一把，你先挑。裴荣哪有心思挑什么扇子，他只注意到谭悠悠没在东跨院。悠悠去了外间，听说是隔壁陈家夫妇过来，他去打招呼了。姨娘，我昨夜喝醉了酒，有些胡闹，悠悠生我的气了吧？我没听他说呀，也没听见姑爷闹腾，怕是你想多了，小夫妻哪有隔夜的仇啊？那我先出去待客，等会饭好了，我再让人来请姨娘。有劳姑爷挂心，晚饭我不吃了，我们在外面吃过了。不知不觉间，他又走到了厨房外，也不好意思进去，就隔着窗子悄悄偷看。然后呢，谭悠悠和潘氏也没在，于是他高兴起来，这肯定是去外院招待陈二郎夫妇了，自己跟着赶过去，正好找个机会接过话头，说着说着就好了。逗孩子玩呢？是啊。见着弟妹了。裴荣一听这话不好，再看，果然谭悠悠还是不在花厅内，心里顿时说不出来的滋味，还得假装自己见过人了，干笑着敷衍过去。他说要来和你们见礼，可是来过了？来过了，他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弟妹真是能干，体格也好，忙里忙外的，精神抖擞。又出去了。裴荣心中有一团火在烧，烧得口干舌燥，却只能强打精神，仔细待客。好不容易熬了一盏茶功夫，外头终于响起谭悠悠的脚步声。裴荣顾不得陈二郎夫妇在场，猛地站起来，快步赶过去开了门，探着头，睁大眼睛盯着外面看，倒把谭悠悠吓了一跳。夫君这是做什么？裴荣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到了口边只有一句：你可算回来了。我以为夫君今日要在相国寺待到天黑才回来呢，所以抽空带姨娘和哥哥他们出去逛逛，顺便办了点事儿。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家了。也不问裴荣为何这么早就回了家，径直越过他，走过去和陈二郎夫妇打招呼说笑。弟妹方才不是说要出门办事吗？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已经办好了。谭悠悠笑眯眯地从袖中取出2张契书，一张地契，一张房契，宣布：打今儿起，四一书铺旁边那间铺子就是我的了。这么快？你为何不与我商量？我还没来得及和夫君说这事儿。是这样，我早就想着要用嫁妆做点事儿，只是之前才到京中，未曾安稳，就没敢说。最近家中安稳，我也摸到了些门路，便有胆子一试了。刚好看到这间茶铺要转让，我想着它离家近，管理起来也方便，便果断下手，用嫁妆钱买了。当时夫君去了相国寺，我怕被人买了，想着你平日常与我说当断则断，我便下了手，价钱极好。谭悠悠见他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笑容越发甜腻，将那2张契书递过去。夫君不夸我吗？你看这价多好，我这契书也没离错吧？我还请了四一书铺的黄掌柜帮忙做了中人，只等年后衙门开印，拿去备过案就行。弟妹真是聪慧啊！我早就想在京中买些产业，奈何没有看到合适的。弟妹是打算做什么营生？就做些自己淘的古方香粉胭脂，还有香丸蔷薇水什么的。另外兼带一些梅家的老营生，炙售花间。夫君，看到我今日让人送回来的东西了吧？都是我用嫁妆钱添置的呢。都说过年时东西贵，
那也要看怎么谈。我这些东西啊，均价可好了。又是嫁妆钱，真的要分家了。裴荣低头喝了一口茶，分外困难地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分什么你的我的？我们家就我一个，还不都是咱们的？那可不一样呢。拿夫家的钱做生意，万一倒了怎么办？会被人骂败家儿媳的。我拿自己的嫁妆钱做生意，就算丢了也没人说得起我，是吧，潘姐姐？是这样。哎呀呀，这相光你有福气了啊！等弟妹赚了钱，那记得请我们吃饭喝酒啊！夫君，你不会骂我吧？不会因此不高兴吧？裴荣注视着谭悠悠，内心很沉重。公子爷，少奶奶，晚饭好了，要摆饭吗？知道你在外面吃过了，好歹陪着二哥二嫂用一些，热闹。那是自然，但要分2桌，把大哥请过来，你们3位喝喝酒说说话。我和潘姐姐、姨娘3姐坐一处。裴荣长长吸了一口气，郁闷到完全失去胃口。我要生气，大过年的。我没有生气。等到送走陈二郎夫妇，谭悠悠打个哈欠，准备回房歇歇。裴荣一直悄悄跟在后头，谭悠悠也不出声，只当他不存在。进了房门，自去盥洗，出来就躺下了。岳母有信给你。劳烦夫君帮我放在妆台上。你不看吗？要是累了，我可以帮你拆开念给你听。夫君忙了一天也累了，不用了，谢谢。谭悠悠翻个身，闭上眼睛。岳父的腿摔断了，是震灾摔的，秋城又遭了雪灾，比去年还要严重很多。同心府赈灾不力，酿成民乱，知府被拖出衙门当街暴打。岳父不但筹措钱粮解决了秋城的问题，还帮着同心府解了燃眉之急。我早前使人去郭阁老家打听过了，消息已经报到御前，陛下御笔亲批，夸岳父能干。谭悠悠一点动静都没有，裴荣不确定地凑近了一看，人早就睡着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他刚才的话。裴荣气得很，有心想要去捏谭悠悠的鼻子，眼眶又在隐隐作痛，最终只好默默地走到自己的睡榻前，准备躺下。谁想睡榻上铺的盖的全没了，整整齐齐码了一堆婴儿衣物，这是不给他留地儿了。裴荣又气又委屈，跑过去使劲推谭悠悠。你醒来为何把我榻上的被褥全收走了？这是要赶我走吗？哎呀，多大的事儿啊，叫柳枝给你铺上不就得了。夫君不要吵了好吗？我忙了好些天，接下来还要待客，累着呢。唉，乖宝宝不怕，是爹不小心声音大了些。他闭着眼睛，轻柔地抚摸腹部，严肃地交代裴荣：孩子能听见会被吓着，别这样一惊一乍的。昏黄的灯光下，裴荣觉得自己特别无助，特别不懂事。他默默地在屋里站了会儿，大步走了出去，跟着又进来，气呼呼地翻出被褥自己铺陈。他就不走，这是他的家，他的卧房，谁也不能把他赶走。少奶奶，您猜公子爷在做什么？不想猜。哎呀，您就猜嘛。在念知乎者也。不是啦，在举石锁，而且还跑去厨房打水啦，只着一件单衣，2只手平平地拎着水桶，从井边一直拎到厨房水缸，全家吓得没人敢和他说话，都以为是在梦游。你确定？确定以及肯定。他们有人过来要请您去瞧瞧，万一真是梦游，那就把他牵回来哄着再睡。可奴婢知道不是呀，早上亲眼看到出门去的，还和婢子说了话呢，再没有更清醒的了。所以您说公子这是……别打扰他，这是在练力气呢。少奶奶，公子突然要练力气，难道是想和您动手吗？他到底是个男人，人高马大的，
万一练得很厉害，下手也没个轻重，他练2辈子也练不出来。啊，那就好。柳枝眼角瞥到裴荣走了进来，便假装在和谭悠悠商量带什么花好。咱们昨天买来的芍药花挺好看的，这杏粉色非常特别，很配少奶奶这身珍珠粉的衣衫，是不错，就它吧。少奶奶真好看，真是叶若桃李啊！裴荣停下脚步，不露痕迹地看了一眼。你看到我放在妆台上的家书没有？回公子的话，少奶奶已经看过并收起来了。家里都好？都好。今日去拜年，你说我穿什么比较好？随便都行，夫君一表人才，穿什么都好看。我想要你帮我搭配。好。谭悠悠头也不回，很顺溜地指挥莲枝。去把衣柜左边第1套衣裳拿出来。裴荣看着那一堆衣物，幽怨地看谭悠悠一眼，默默地进去换衣服了。刚换好呢，就听见谭悠悠在外叫道：夫君换好了吗？快出来。娘子寻我何事？来，这里坐。裴荣被他笑得心慌，忙着上下打量自己的穿着打扮。我哪里不对吗？没有。快坐下。裴荣依言坐下，纠结着准备道歉。悠悠，我有话要和你说。不急，你们进来吧。但闻幽香扑鼻，环佩叮咚，3个美人环肥燕瘦，袅袅婷婷地走进来。奴婢给公子少奶奶请安。裴荣顿时觉着有火在屁股上烧，他总算明白谭悠悠刚才那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是什么意思了。夫君好福气呢，昨日福王府送这2位美人过来，你尚且宿醉没见着人，趁着今早有空叫他们过来，你看看瞧瞧喜欢不？若是想要给他们赐名，也可一并进行。沉香，你先到，就从你开始吧。婢子沉香善琵琶歌舞，还懂得下棋。公子和少奶奶若是需要，婢子随时尽心侍奉。沉香多学2首曲子和舞，陪我玩玩。好的，少奶奶。奴婢雪珠善奏笛吹箫，也会清唱曲儿，此外还懂得调制颜料画画。这个好，以后夫君画画就让他在一旁给你红袖添香。奴婢绿意，会鼓戏，会说书，还会投壶，泡茶制香都是会的。好，以后夫君乏了就叫他去伺候，泡茶制香、鼓戏说书，或是陪着投壶都很好玩啊。夫君与他们说几句话吧。别怕啊，夫君啊只是看着凶而已，其实一点都不凶。裴荣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转身大步走了。啊，夫君别走啊！你们都看见了，咱家公子爷什么都好，就是略任性，你们日常要多哄着些才好啊。少奶奶真是大度，奴婢2人能来这里，实在是天大的福气。沉香在心里呵呵。裴荣看着窗外开始发呆，谭悠悠又出门了，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独自出门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与其在家枯坐，还不如去隔壁寻陈二郎出门赏雪呢，他才不要在家痴痴地等某个人回家。裴荣仿佛找到了一条新出路，兴冲冲披了斗篷往外走。走了没几步，突然一个女子冲过来，一个踉跄朝他怀中扑来，既美且娇。裴荣想到王瑟那一扑，真是毛骨悚然，飞快地往旁跳开。那女子扑了个空，硬生生摔倒在地上。不知羞耻！裴荣厌恶地皱起眉头，甩袖而去。骂你呢，听见没有？赶紧起来，丢死人了！我要是你啊，一准买块豆腐，碰死蒜球。公子，公子，等等小的呀！趴在地上的雪珠哀怨地抬起头来，欲哭无泪。姐姐不行啊，出师未捷身先死，摔得疼不疼啊？哼，小蹄子，幸灾乐祸个什么？老娘好歹抓了片衣角，
你连公子的鞋都没碰着。当然了，你个五短身材，要是我，也没脸在公子面前晃悠。姐姐身段倒是好，但这跟着就得病倒，被送走了吧？滚滚滚！哪来的骚蹄子？一点规矩都没有，怎么敢往外院乱窜呢？你谁啊？竟然敢打我们！是少奶奶让我们来找公子爷的。是公子爷让我把你们两个骚蹄子赶走的。那公子爷说了，以后再不许往外院来，不然就以不守妇道论处，直接绑了，扔到福王府大门外头。少吓唬我们！哼，看来你们是不知道我家公子的名号，要不要试试看呢？悠悠啊，你家夫君来接你回家了，说是雪大陆华他不放心，向我告罪，想要提前接你回去呢，你去不去啊？谭悠悠正想开口，小郭夫人就道：什么要去啊？对，应该去的，不能辜负人家一片心意嘛。差不多了，去吧去吧，来，我送你出去。谭悠悠只好和相熟的人道了别，装成文质彬彬又娇弱的样子，做作的有2个丫头扶了出去。我先走了，记好初时去我家，全家都要去。我和我的孩子们一准要去的，我们家老郭嘛就不一定了，裴先生知道的，他忙起来真是一点空没有。裴荣微笑着给小郭夫人见礼，感谢她照顾谭悠悠。他不用我照顾，还帮我招呼客人呢。行了，我不耽误你们了，早些回去吧，我也要去忙了。谭悠悠乖巧地挥手再见，转身要走，斜刺里伸出来一双大手，裴荣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扶着他下台阶。累吗？不累，没有夫君举石锁拎水桶呗。我是觉着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想要强身健体，让自己更强壮些。对，天天练着，力气就能比我大了。一脚踹出去，呼，把我从这里直接射飞到街对面那堵墙去，撞得惨叫着跌落下来，口吐鲜血，艰难地朝你爬过来，紧紧地抱住你的大腿，哀求道：夫君，饶我一命，求求您了，让我不死吧。你冷漠无情地回答我：不，谭氏，我对你太失望了。他在那比比划划，眉飞色舞，毫不停顿地上了车，见裴荣要跟着上来，就把人拦住。哎，夫君，快去骑马，强身健体的时候到了。我要和你一起坐车。为什么呢？宗室子弟不是都要骑马的吗？你又不是老弱妇孺病残，顶风冒雪骑一次马，胜过你举100次石锁，拎100担水。裴荣突然伸出大手，用力按住他的脸颊，使劲儿往中间挤，同时贴近他，沉声道：我举石锁拎水桶练力量，不是为了打你，是为了翻你，让你没力气和我争，我想把你怎么翻就怎么翻。臭不要脸，下流，放开我！裴荣被他这么一骂，突然就舒畅了，宛若3伏天吃了一个冰镇西瓜，全身毛孔通通打开，从头爽到脚。他跟着硬挤进去，大手紧紧抓住谭悠悠的小手，一本正经地看着前方道：就不放开，打死也不放。真不怕？你打吧，要是打了就能高兴，你随意。不过能不能商量一下，不要只打一只眼睛，要就2只一起打，对称。是柳枝在车外没忍住笑了。对不起少奶奶，对不起公子，奴婢没忍住放了个屁。柳枝点头弓腰，跑到另一辆马车上去了。莲枝死死咬着嘴唇，脸憋得通红，也跟着一溜烟跑走。走吧，回家。谭悠悠有气无力地靠在迎枕上，板着脸不想说话。
裴荣小心翼翼地往他身边挪了挪，将大腿紧紧贴着他的大腿，有意无意地蹭了又蹭。麻烦夫君让一让。谭悠悠把靠枕拿了塞到二人中间。不许超过这里，身上有股绿茶味。我今天没喝绿茶的，喝的是红茶。天冷，红茶暖胃，绿茶寒凉。谭悠悠心想，就知道和他说不通，算了。裴荣一本正经地看着前方，手抓着中间的靠枕，一点点地往外拔。拔完之后，继续将大长腿贴近谭悠悠的小长腿，再将手紧紧搂住她的肩，低声道：“我是清白的，我是干净的，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当时就是怕他被刺伤，拔出萝卜带出泥，让人知道他不守妇道，给咱们带来麻烦。以后真的不会了，别生气了，我错了。你为我怀着孩儿，明知你不舒服，我还在外饮酒作乐，太不像话。我从前一直想着，就和太太姨娘跟我爹过日子那样跟你过好了。你爱怎么折腾都行，享受多少个茶杯啊切的都可以，反正我能过好，咱们各自尽职尽责就行。但是你非得招我，招了我又不负责。我和你爹哪里一样了？完全不同，你不能这样待我。我就要，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是最讲规矩的，说是几度要不得。好，那我问你，谁家收妾收美人的不先过问正气？福王府送那2个人来，你问过我了吗？你不守规矩，就别怪旁人也不守规矩。我是想着1只羊是放，3只羊也是放，就把他们搁那放着，我又不做什么。什么1只羊3只羊的，他们才不是什么羊，那是活生生的大美人。他们在我眼里就是羊，宫里那个叫什么的，是一只光吃不长肉的瘦羊。福王府那2个，一个是尖嘴羊，一个是秃顶羊。好吧，沉香很瘦，你说他光吃不长肉，我也赞同。尖嘴羊和秃顶羊是怎么回事？那个叫什么猪的，嘴巴尖的猴似的，还自以为美得很。不是尖嘴羊是什么？装模作样的学小孩子说话的那个，头发稀疏，不是秃顶羊吗？夫君观察的挺仔细的，我都没注意到这些，你就注意到了。除了这些缺点以外，他们都很美的吧？我没盯着他们看，我就是不小心看到的，抬眼就看到了，真的。我就盯着看过你。睁眼说瞎话，我是后来人，从前你也是盯着看过别人的。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真的和你扯不清了，我真没有二心。承蒙不弃，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安稳日子，还没过够的我不想节外生枝，也不敢飘。不管美丑，这些羊是你的，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做主。不，是夫君的，是你的还是你的？谭悠悠翘起唇角，看着外面偷笑。小呀，这就承受不住了，好生脆弱。马车里别样安静，行到一半，裴荣忍不住了，凑过去小声道：“雪好大呀。”谭悠悠不语。你的肚子也好大呀。裴荣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先就把耳朵贴上去，温柔道：“闺女，我是爹，你要乖乖的啊。”肚子里的小生命居然有了反应，轻轻蹬了一下。哎，他动了，他听见我和他说话了。裴荣高兴得如同捡到10万两黄金，猛地捧着谭悠悠的脸，使劲亲了一口。谭悠悠猝不及防，被亲了个正着，嫌弃地瞅他一眼，也跟着笑了。好吧，看在他这么个老古板却很喜欢女儿的情况下，暂且给他一次机会。裴荣见他笑了，立时厚着脸皮凑过去，撅着嘴要亲他的小红嘴。谭悠悠用手挡住，严肃道：“胡闹，
大白天的，大庭广众之下，怎可不讲规矩礼仪？谭悠悠蔑视着他，娇俏地抛了个媚眼，再将他用力推开。保持距离，注意仪态。今日的雪真是极大，二人走到家中，地面竟然已经堆起2指厚的雪。今年这雪远比去年大了许多，秋城位于南方，尚且遭了大雪灾，我看京城这边只怕也轻松不了。公子，福王府送来的那2位美人，别问我，我不知道。您必须知道，沉香姑娘被打得有些惨，哭着闹着要进宫去告贵妃娘娘，说是福王府的2美人联手欺负她。哎呀，这事眼里没有贵妃娘娘，没有皇上啊！你去福王府走一趟，把这事禀给福王妃知道，叫她派个嬷嬷过来安抚沉香，就说咱们压不住。公子，下仆就是这个意思。快去办。2个时辰后，福王妃派来的嬷嬷带走了2个不懂事的美人。雪珠和绿意走时后悔的不行，哭着喊着要见谭悠悠，却被告知少奶奶因为他们的事动了胎气，不能见客。于是他们又向沉香求饶，恳请姐妹相称，和平共处。滚犊子！去你爹的姐妹！打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我是你姐啊？若不是少奶奶让我以和为贵，我非得求贵妃娘娘为我做主。什么都敢抢，什么都敢欺，什么东西！福王知道了，脸黑的锅底似的，总觉着沉香说的这几句话隐约透出了宫中对他这个皇帝胞弟的看法。谭悠悠听到完整报告，目瞪口呆之后，强烈表示要见沉香。什么是人才？那这就是人才。少奶奶，您说奴婢是特殊人才，奴婢不能辜负您的期望。奴婢很荣幸能为您排忧解难，脸被抓烂算什么呀？奴婢不打算依靠色相吃饭来着，头发被薅了也没关系，还会长吗？柳枝和莲枝危机感顿生，糟了，有人想抢他们的饭碗。少奶奶让奴婢日常也跟在身边伺候吧，奴婢愿意贴身伺候您，为您梳头洗脚，端茶送水，捶背捏肩。沉香姐姐，您是宫里来的贵人，怎么能让您做这种粗活呢？这种粗活让我和柳枝姐姐做就行，您呐，日常就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琵琶，陪少奶奶高兴高兴就好。伺候少奶奶不是粗活，我心甘情愿。你是好意，但若是让人知道，会说少奶奶不敬陛下和贵妃娘娘的。少奶奶。柳枝和莲枝同时虎视眈眈地盯着谭悠悠，莲枝还眼圈发红，撅着小嘴。唉，太招人喜欢也是辛苦啊。柳枝说的对，沉香把这几件事做好就够了。沉香很是失望，却聪明的没多话，乖巧地回了自己的小院子，让张婆子把绿意和雪珠用过的东西通通扔了。婢子还以为少奶奶有了新人就要忘记旧人呢。我又不傻，我的饮食起居怎能交给外人呢？当然要交给你们俩啊。嘿嘿，少奶奶，婢子这几日跟着您外出赴宴，看到夫人太太们说了一种叫什么流仙计的新法式，觉着您书一定好看，便跟人学了。待客那日咱们说吧。真乖。少奶奶，您让小的们装的漆盒、备的伴手礼全都准备妥当了，您可要去过目。谭悠悠这便起身往外走，事关他日后的发财梦，肯定得上心呢，必须仔细检查。少奶奶这些心思真是够巧，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这些主意的，可比那些送糕点什么的有意思多了。唉，贫穷使我上进。你可以用家里的钱。不行，我不能辜负夫君的信任。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坚守自盗。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咱们夫妇一体，分什么彼此啊？亲兄弟明算账，咱俩的是咱俩的，我的是我的。夫君要是真想帮我，不如从我铺子里进货，
在你的铺子里分销或是做赠品什么的，比如那些买宝石香料的，买的多就送一份我铺子里的东西做礼品，人家用了就知道我的东西好啦，我给你打8折。你高兴就好。谭如意和梅姨娘听说此事，也过来看热闹。3个女人一台戏，先还说梳妆打扮的事，接着就说起了才被送走的绿意和雪珠。谭如意说着，不时看一眼裴荣，咬牙切齿的样子，仿佛他就是个十恶不赦、花天酒地的酒色之徒。裴荣待不下去，只好跑去前院找谭志锦。妹夫来了呀，自己坐，想要什么叫下人伺候着。还在和我赌气啊？说是开了铺子，让我从他那里拿东西过去卖或是送人，给我打8折。我倒不是怕他赚我的钱，他愿意全数拿走也乐意，但是这么算得清让人不是滋味，我又不是养不起他。不是养得起与否的问题，五妹天性爱玩闹，妹夫就当陪她玩呗。她没做过生意的，多半会遇到很多难题，你盯着些，发现问题及时帮忙解决，可不比直接给他钱让他高兴啊。这么一解释，裴荣心里舒坦了许多。行，他就看着谭悠悠折腾，等他需要了再出来指点他迷津，让他真真切切知道生意不是这么好做的，钱不是这么好赚的，更要让他知道她的丈夫不但有学问，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没多会儿，一双大手落到他背上，不轻不重地帮他搓背。谭悠悠扭头往后看，果然是裴荣，于是夸张地将手盖住胸。非礼勿视，天经地义。奶奶烦劳夫君呢，这种伺候人的粗活让丫头们来就行了。您是相关公子，裴先生呢？为妻如虎的人理所应当伺候妻子，不然怎么能叫为妻如虎呢？什么为妻如虎啊？我怎么听不懂？前夫人。哎呀，那种嘴碎之人理他做甚？人家郭阁老年纪比你大，资历比你老，还不是被人说？裴荣没吭气，直接亲了上去。既然被人盖了这么个名头，总得讨点利息才是。不行了，我太累了。不要你忙，只要你别睡着就行。半晌，谭悠悠总算得以安宁。然而裴荣并不肯回自己的睡榻，继续赖在他身边，还将他的手紧紧握着不肯放开，时不时的就要亲他一口。哎呀，好烦啊，好吵，好粘人。谭悠悠腹诽着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他醒来，裴荣又去取石锁以及帮厨房拎水去了。这还上瘾了？裴荣满身是汗的走了进来。以后你若要洗澡，也让我帮你拎水吧。夫君不能这样，你把活全干了，让下头的人怎么办？你从前都是等着我一起吃早饭的，现在不等了。不好意思啊，夫君，我等的肚子这个等不得。裴荣就不吭声了，拿一本书在他身边坐下来，就守在那里，哪儿也不去，看着像是很认真，却又时不时来一句：是只卖胭脂水粉、香丸、花尖，还是要加上头花？别加头花了吧，不然就显得杂了。听说那头花是你自己画了图交给铺子里定做的？这事情很久了吧，一直也没听你提过。你打算请几个人？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可靠的管事？夫君不出去看看铺子吗？年前到现在，你好像都没去过铺子呢。不去，就算我1-2个月不去，他们也不敢乱来。我很早就打理庶务做生意了，自有一套。夫君真厉害，那去以文会友吧。男人总在后宅待着，容易被人说道。该走的人家我都走好了，还不许人休息吗？我头晕，听不得人一直不停说话。夫君可不可以别出声？那我在这里看书，不吵你。你有需要就叫我。谭悠悠没忍住笑了，
行吧，那就容许裴某人继续待着呗。少奶奶，少奶奶，您还记得夏普吗？是你，你还敢来？哎，少奶奶，有话好好说，我有要事要告诉您。你来，打不死你我不姓谭。少奶奶，您早就不姓谭了，您是裴谭氏啊。你过来，赶紧说，我不打你。少奶奶，其实有件事，夏普心里一直很不安，早就想告诉您了，一直没敢说。如今看着我即将临产，就敢说了？哼，王色让你来的吧？不是，夏普这就要走了，临行前左思右想，觉着还是该把此事说给您听。我看你还是说给裴荣听吧。别呀，少奶奶，您要叫公子过来，这事儿您就永远都不知道了。您头上有个疤是吧？是啊，难不成是你打的？夏普不是有意要害您，实在是公子吩咐的，不敢违抗啊。突如其来的说上这么一出，您一定不信，但确实是真的。夏普说上几句，您心里就有数了。您当时是不是躲在一个角落里，不敢出声，不敢跑？后来被我抓住，我还说了一句：“小东西，可抓到你了。”您是被我抓住抡起来砸在墙上的。您嫁进侯府后，我一直担心您认出我来，所以几次三番对您下手。难道不是王色让你对我下手的吗？那会儿你们毫无瓜葛，他害您做什么呀？行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总要有个理由。为什么？谭悠悠给伙计使眼色，准备活捉职业，不想职业一个箭步窜到门口，叫道：“因为您听了不该听的话。”话音未落，人就疯狂往外跑，一会儿功夫就跑得没了踪影。嘿，少奶奶，要追吗？不必了，追不上。唉。谭悠悠叹息，真的是个陨石坑啊，深不可测的那种。他喝完杯子里的水，起身准备离开，却觉得身下突然一阵如湿，仿佛是小便失禁了一般。是羊水破了，赶紧去把公子叫过来，我要生了。少奶奶您别慌，还有些时候呢。您就搁这稳着别动，别吓着客人，又让客人反过来吓着您。咱们离家近，一会儿就到家了。家里什么都有是吧？一切都会顺利的啊。谭悠悠点点头，大马金刀的呆呆坐在那里不动，脸上保持着奇怪的笑容。裴荣来得很快，几乎是风一样的卷了进来，看到他后一句话都没有，直接俯身把人抱了起来，朝着家门狂奔。夫君这时所举得好，水头也灵得妙，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吗？裴荣阴沉着脸没搭理他，脚下跑得更快了。我在外面等你。夫君，为什么屡次放走之言？这时候提他做什么？我先出去了，你安安心心听稳婆的话。好。谭悠悠没再追问，生产的疼痛已经开始，不管怎么说，先把肚子里的祖宗生下来，好好活着才是大事。谭悠悠从不知道世上居然还能有这般剧烈的疼痛，痛到骨头开裂，痛到呼吸困难，痛到仿佛死都是奢求。他紧紧抓住梅姨娘的手，眼泪汪汪的，好几次觉得自己是要说遗言了，等到话出口，却只是一句：“姨娘，鸡腿害我！”裴荣急得不停来回走动，就听谭悠悠一声惨叫：“怎么了？”恭喜裴先生，贵千金，体重7斤6两，是个有福气的胖姑娘。小的亲手接生的孩子呀，少说也有110个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外间风大，赶紧抱进去吧。哼，装什么呀？不敢抱就不敢抱，谁不是这样过来？你要不抱啊，那给我抱了啊！嘿嘿。来，伯母为咱们暖暖喝奶。
7斤6两，这是怎么长的？不是说了不算大吗？难怪那么痛。公子啊，老奴真是用心管着少奶奶的饮食的。或是这孩子像他娘一样，胃口太好。孩子有些大，他受了不少罪。若是脾气怪些，还请姑爷多多体谅，不要气他，否则落下月子病不是玩笑。是，姨娘吩咐的是。姑爷出去吧，天气闷热，屋子里气味不好闻。悠悠不喜欢闷，都怪他。悠悠要是没跟他出去就好了，一定没这么疼。罪人裴荣欲哭无泪。谭悠悠睡得迷迷糊糊的，总觉着梦里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他，不错眼的那种盯，压力巨大，害得他睡不安稳。睁开眼睛，但见床前黑沉沉的浮着个人影，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吓得他就是一记右勾拳，对方很灵活地躲开，同时攥住他的手腕。别胡闹，是我，是裴荣。黑灯瞎火的，这样潜伏在我床前会吓死人，知道吗？谭悠悠松口气，抱怨着想把自己的手抽回来，裴荣却紧紧攥着他的手不放，还将他的手拉过去，紧紧贴在脸上，也不出声，就这么趴在床前一动不动。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睡不着？为何认为我是做噩梦了？或是亏心事做多了？睡吧，我就在旁边守着你。你这样我不舒服。裴荣也就由得他自在，安静地守在旁边，拿了蒲扇轻轻扇着，凉风习习，真的很舒服。谭悠悠眼皮渐重，很快又睡着了。裴荣默然坐了许久，将手轻轻探进他的发底，摸到一条疤。次日清早，谭悠悠在婴儿啼哭声中醒来，跟着就觉得胸前一阵电流麻过，有点啥东西流了出来。快把孩子抱来！怎么了？怎么了？哎呀，赶紧把孩子抱来，我要喂奶。乖宝宝哦，别哭啦，娘喂你吃奶啊。吃饱就不饿了啊，乖乖。你出去，我要喂奶。裴荣想说让他看看孩子吃奶，但是当着柳枝和莲枝的面，这种话着实说不出来，只好蔫蔫地走了出去，又样样地站在门口守着。少奶奶，您这是搞哪样啊？公子看着好可怜啊。我更可怜啊，你去问问昨天孩子爹去了哪里。柳枝很快带来消息，去了咱们铺子里，奴婢问过王娘子了，说是问了您为何突然破水的事儿，然后什么都没说就回了家。您那天遇到的是枝叶吗？是啊，是枝叶那个狗东西。王四想让他害我，下次别再让我遇到，不然我非得弄死他不可。少奶奶，无论如何，奴婢站您这一边。我的命好惨啊，我太可怜了，柳枝，我难过的喘不过气来。柳枝赶紧搂着他哄啊哄，谭悠悠趁机提要求，威逼利诱。把窗户开条缝透个气，我就没这么难受了。柳枝斗不过他，只好叫莲枝在外头把风，悄悄把门窗开了条缝换气。谭悠悠喘口气，敲敲床板。柳枝，我有事问你，你要一五一十的回答我。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你必须认真仔细的想清楚了再回答。小姐请吩咐。我那个时候摔破了头，就是险些死掉的那次。我是在哪里出的事？你仔仔细细的说给我听，一点不要省，越详细越好。那件事呀，其实是个意外。当时是秋天，张富户给他家老太太庆生，60大寿，办得很隆重，特意从外地请了个有名的戏班子来，但凡有头有脸的人家都得了邀请。
我们家当然也去了。戏班子演的是新戏，最后一场演的挺晚的，大家都看得入了迷。散了场后就发现您不见了，再找就看到您头破血流的倒在那里，人事不省。旁边是一处假山，又高又陡，爬上去刚好可以看到外面的戏台子。大家都说您是从假山上摔下来的，您的鞋底上有泥，假山上也有泥印子。对了，您的衣衫还刮破了一处，衣料丝也挂在假山石上呢。这现场还伪造的挺仔细的。我一个斯斯文文的姑娘家，莫名其妙黑灯瞎火爬什么假山，难道就没人怀疑我是被害了？您的意思是说您是被人害的？您都想起来了，那是谁？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我是问，当时没人怀疑这事有差错吗？没。您吧，小时候有点皮，就喜欢爬高下低的，下人一不注意，您就调皮去了。当时跟着您的那个丫头叫杏枝的，因为没看好您，被打卖了。那不是我。唉，您那时不是小嘛，不懂事，摔这一跤之后就真的乖了，但也懒了，唯有馋一直没变。是谁先发现我的？我爹在现场吗？你说秋城有头脸的人家都去了，也包括安乐侯府了。婢子当时是在姨娘身边伺候的，您不见了，大家都分头到处找。听到人说您在那边，婢子和姨娘赶过去，已是密密麻麻围了一大群人。到底是谁最先发现的？没注意，似乎是张家的下人。老爷是从我们后头赶去的，他喝了酒，有些醉，到了之后就忙着把您抱起来送医，其余的事都是过后才去料理的。安乐侯府有没有去，婢子不知道，女眷中没见着。那怀老夫人早就过世了，当然没女眷。我的枕边人是个阴险狠辣的杀人犯，潜藏多年，装的比松树还直，比莲花还高见。怎么办啊？在线等挺急的，可惜我没我，求助无门啊！谭悠悠哀叹一声，啪嗒倒下床。他死了，真的。少奶奶，您还要问什么吗？不问了，去吧，让我静静。谭悠悠翻个身，咬着被子角，难受，想哭。少奶奶，小姐饿了，还是您先喂吗？谭悠悠忍住烦躁，刨一把头发。来吧，小宝贝儿。早就等不及的小婴儿一口叼住，用力的吸啊吸，什么都没有，于是大哭。谭悠悠以为自己没摆好造型，赶紧往前递了递，小婴儿又是一阵猛吸，还是没有，继续哭。或是没有，要不换一遍？谭悠悠又换，小婴儿吸了2口，继续张大嘴巴使劲儿哭。谭悠悠脑袋瓜子被震得嗡嗡嗡的响，心里又烦躁又委屈，还特别着急，便也跟着掉了眼泪，而且是放声大哭的那一种。少奶奶您别急啊，越急越没奶水，这不还有奴婢吗？饿不着小姐。你不懂。谭悠悠搂着孩子哭啊哭，她太可怜了。原以为是努力向上生活剧场，没想到的是恐怖杀人悬疑剧场。把孩子抱下去喂奶吧。是。少奶奶，小姐饿了，先让奴婢喂她奶吧。好，红大，别抢着了。是。乳娘抱着孩子走出去，屋里就只剩了裴荣和谭悠悠2个人。什么事啊？明天要给孩子洗3，亲戚好友都会过来，寿王府那边也使人送了信，寿王妃和世子妃都会过来，小郭夫人、周家、杨家、朱家、陈二哥家，还有我几位师兄弟家，人不少，至少也有10来桌，我都已安排妥当。你这里能行吗？能行。你别哭了，我听人说月子里哭眼睛会疼，还容易看不见，
裴荣还没说完，忽见谭悠悠举起手掌，气势汹汹地直起身子，朝他这个方向扑过来，于是吓得往后倒退一大步，结结实实撞在墙上，退无可退，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啪的一声脆响，床帐跟着晃了3晃。打死你！让你一到夜里就吸我的血！谭悠悠捏着一只被拍扁的蚊子给裴荣，气哼哼道：家里的蚊子也太多了。我这就让人到处熏熏，再给你挂个避蚊虫的香药包。站住！才来就要走，这是嫌我难看吗？我嫌你做什么？你又想到哪里去了？那就是嫌我身上气味不好闻了。毕竟出了这么多汗，这么多天没沐浴。没有，这不是天天都擦洗着吗？倘若你不嫌弃我，我很想亲近你。你可以走了。悠悠，我知道你很委屈，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真心实意想要和你相知相守一辈子，永不分离。哦，那你倒是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啊，这样我就能看到你的真心了，不然都是扯淡。咱们说话可以再文雅一点。去吧去吧，下次我不扯淡了。谭悠悠再次挥手，他就不该对裴荣抱任何希望。裴荣踌躇片刻，终是转身走了。当天他未再来过，谭悠悠也没问他。宝宝，我是爹爹，你要记住，我是爹爹，很疼你的爹爹。咱们姑娘要起个好听的名儿，爹爹老早就想好了。本要与你娘商量，但她现在很累，不想说话，只想发脾气。爹爹觉得哪个名都挺好，也觉着哪个都不配你。这样好了，咱们拈个阄，抓到哪个是哪个，你说好不好？裴荣爱怜地摸摸他的小脸，拿出一把纸条，分别揉成团放到笔筒里。爹爹这就要拈阄了啊，咱们晃这个笔筒，谁最先跳出来就选谁。婴儿闭上眼睛睡着了，裴荣继续摇笔筒，好不容易只摇出来一个纸团，他慢吞吞地将笔筒放在一旁，蹲下去捡纸团，再慢慢打开。咱们看看是个什么字。萱，萱草忘忧，勿忘母恩。闺女啊，咱们就用这个字了。你要无忧无虑地长大，记得你娘生你很辛苦。小婴儿已经睡得呼呼的，并不知道他在念叨什么。裴荣难过地扶着额头，湿了双眼。门外，谭悠悠悄无声息地转过身，慢慢朝着产房走去。柳枝和莲枝一左一右扶着他，互相交换着眼色，都在叹息。柳枝进了门就忍不住怪道：都说没事儿啦，姑爷心细，既然说了要照看小姐，就一定能做好。您偏不信，非得走这一趟。幸亏刚才没起风，不然着凉可怎么好？姨娘和姑爷若是知道，非得揍我们一顿不可，说不定还会打麦聊事儿。谭悠悠躺上床，背身向里，一句话没说。睡吧，明日还要早起呢，好多事情。让我再睡会儿，好累，好困。这孩子发烧了，你们是怎么照看的？姨娘，别怪他们，和他们没关系，是我自己不争气。柳枝，我要吃你熬的红糖小米粥，快去。莲枝啊，你给我倒杯水来，不冷不热，刚好的那种。俩丫头含着眼泪答应着自去忙碌。唉，你这个讨债的，倒是让我安生片刻呀。姨娘，我告诉您一个秘密，我是来还债的。你有我，我有你，咱们娘俩从此不孤单。你这孩子，病着还不忘说笑。还有，我大概是前辈子欠了裴铿铿的债，所以那么远的赶过来还债。胡说八道！
喝水，多喝点啊。裴荣走进来，想靠近谭悠悠又不敢。大夫很快就到，客人已经登门，我得去外头招呼着。若有什么不妥，立刻叫我。去吧，这里有我照应着，不必担忧。悠悠，你可有哪里不舒服？头疼。公子，寿王府来人了。我有空就过来。裴荣只好快步出去迎客。谭悠悠目送着他的背影，心情好糟糕。你们到底是怎么了？适可而止得了，生孩子还生出了仇。姨娘，您不恨我爹吗？为什么能忍这么多年？我恨他做什么？我可没那个闲工夫。他待你还算不错。从现在看来，裴荣带孩子也不错。睡吧，别想了，伤神。谭悠悠实在是觉得累，便合上眼睛养神。不知过了多久，又听见裴荣的声音响起，跟着有人把他的手拉了，放在床边，铺上帕子，手指微凉，给他诊脉。你们怎么都来了？你这个不省心的小冤家，不是说壮得如牛吗？怎么就病了？大夫怎么说？哈，无需担忧，产时失血稍多，外感风寒，适宜发热，开2副药吃下去就好了。但还需放宽胸怀，勿要忧虑啊。吃了这个药还能哺乳吗？最好不要。谭悠悠没再继续纠结这事儿，只望着众人苦笑。你们欢欢喜喜来看我，却没想到我不争气，先把自己给放倒了。杨舅母细声细气道：什么不争气呀？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咱底子在这儿，很快就能好了，是吧，老王妃？正是这个理儿。今日是有好事儿呢。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孩子也有福气。我们原本打算在细3之时说的，但你显见是赶不及了，我就先告诉你，保准听了就能好一半。什么好事啊？相公日常讲经做学问，兢兢业业，认真又刻苦，陛下一直记着呢。原本过年时就想准他为侯府世子，听闻你有孕呢，便说要留在这个时候赏，连带着你一起赏，让你们喜上加喜。叔祖母，您和叔祖父待我们的好，我会教导孩子，一直记在心上。说什么歪道话？你叔祖父是宗正令，职责所在，何况你们自己也争气呀。妞妞是个有福气的好孩子。哎，等着吧，诰书命符都有了，该有的都会有的。荣姐姐，以后别人见了你也要尊称一声世子夫人。哎呀，好了，人也见着了，吉时也快到了，咱们还是别在这儿影响产妇休息吧。寿王妃一声令下，带着众人尽数离开。柳枝，你去和公子说，办妥喜3的事儿，送走客人，叫他立刻马上来我这里，我有话要和他说。3招喜儿，洗涤污秽，消灾免难，吉祥求福，平安吉利。好了，此后平安康健，什么花斑斗疹，稀稀拉拉的，无病无灾。恭喜裴先生。公子，少奶奶说了，请您办妥这边的事即刻过去，她有事询您。裴荣眼里的喜意疏而不见，默默点了点头。忽见下人狂奔而去，上气不接下气道：公子，公子，
有旨意到。众人早得了消息，尽都替裴荣高兴。裴家下人利落的支起香案，摆好蒲团，就等好消息到了。来宣旨的却是二皇子，眉开眼笑，比谁都高兴，不知道还以为是他家添了女儿呢。裴荣不动声色，毕恭毕敬地接旨，听到册封他为安乐侯世子，谭悠悠为世子夫人时，皇恩浩荡，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相光，恭喜了啊，可谓是双喜临门。你可真是见外啊，添了女儿也不说一声，好叫我们过来给你添盆。若非我得了这趟差事，尚且不知你大喜呢。二殿下，不是臣不与您说，而是臣以为你们都知道的。毕竟前几日皇子妃才使人问过，还送了一只老山参以备不时之需，说是您让他送的。确实是我让他送过来的，但当时不是还没生吗？臣和内子得偿心愿这事儿，也要感谢皇子妃和您呢。是呢，相光，你可要记住，为了你这事儿，我可是花了9牛2虎之力啊。那是自然。有一件事，荣要劝诫殿下。你说。皇子妃乃是陛下、贵妃娘娘亲自为殿下择的佳媳，贤良淑德，美貌端方，善良稳妥。自嫁入皇子府，殚精竭虑操持家务，更为殿下生了嫡长子。这样难得的美貌和美德是殿下的福分，但殿下怎么可以对不起她呢？说句不客气的话，殿下怎么可背信弃义，忘却施恩，宠妾灭妻，苛待皇子妃呢？这可不对。我没有。殿下不必否认，妻者其也，与夫其体。本朝律法规定，宠妾灭妻当杖责90，另改名分，各归本位。皇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况天家当为民间表率。殿下饱读诗书，明知故犯，该当罪加一等。你是不是喝多了？殿下莫与他一般见识，他是欢喜疯了。我没疯，我说的都是事实。师父若是泉下有知，只怕会气得坐起来。陛下既然许我在文华殿内御前讲经，又让诸皇子旁听，违背礼法之事，我自可直言劝谏。你不可理喻，是王四说的吗？皇子妃贤良淑德，不说这些，请殿下思过改之。裴荣认真整理妥当衣冠，对着二皇子深深一礼，姿势标准得很。二皇子恼羞成怒，用力一甩袖子，大步走了。你干什么？你是鬼迷心窍，还是欢喜疯了？才刚得封世子之位，就开始作死，要不要我打你2耳光，帮你醒醒神？这个臭脾气，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罢了罢了，他就是这样刚直的性子，传到御前也不一定就挨罚。大喜的日子，别说这些不高兴的事了。于是众人故意粉饰太平，热闹了一回，各自散了。裴荣送走男客，靠在门上，仰面望天，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来而不往，非礼也。王瑟想要他帮他，行，他一定好好帮他。去把小郭夫人请出来。小郭夫人很快出来，神色略有些惊异，还有些不满。裴先生，一直以为你是个拎得清的，没想到关键时刻犯糊涂。夫人批评的是，我有些事情要出门处理一下，往日因为担忧内子不敢外出，今日趁着夫人在，还请您拨冗多留片刻，陪她说说话，开解一二。我若顺利，1个时辰后必回；若不顺利，天黑前必回。你不会是去杀人吧？夫人说笑，我如今有妻有女有家，又刚得封世子，好日子且在前头，为何这样想不开？正是，你知道就好。之前内子曾叮嘱我言，外间事情办妥速回房内，他有话要问。如今不巧，我要办妥事情才能与他面谈了，也请夫人一并转告。裴荣得到小郭夫人首肯，转身大步往外，毫不迟疑。他找姐姐做什么？小郭夫人把裴荣的话转告给他，劝道：
夫妻嘛，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只要不是生死大仇，他也没犯大错，就能解得开。谁害的你，能大巴掌呼噜回去的就只管打，不能的也别叫他得意了。知道了，我听姐姐的。要不你睡会儿，我和小潘守着你，哪儿也不去，可好？好。申时，烈日炎炎，一个青衣奴仆快步步入一条偏僻的小巷，敲响一户普通人家的门，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职业敞着胸怀，哗啦一下打开门，凶神恶煞道：“干什么？找谁啊？吵死人了！”世子命我来寻你。我可不知道什么世子。看来世子爷没说错，你这种狗奴就是翻脸不认人、无情无义的那种。世子爷让我问你，想不想再被赌注打死，横尸街头？开玩笑的，你也不早说明是福王世子啊。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就我一人。2间半屋子，茅厕都没一个。皇子妃待你可真不薄啊，杀人放火害人的事都让你去干，先把你藏在京郊鸟不生蛋的庄子里，现下又让你来这里藏着，好歹也要弄个人给你生火煮饭不是？你平时吃喝什么？门口随便吃张油饼，吃碗面条什么的。世子找我做什么？世子说他有办法让你摆脱王室，让你从此不再做奴仆，任人差遣。福王府能斗得过二皇子府？我的神器就在二皇子妃手里，难道世子还能去偷抢过来不成？你太小看王府了，哪怕神器就在二皇子妃手里，堂堂王府要藏一个人，难道谁还敢去搜不成？实话与你说了吧，你没办好事儿，不但让谭氏顺利生产，还让裴荣得封世子。谭氏得了诰命，二皇子妃气得很，正想着如何收拾你呢。我不信，我该办的事都办了。那谭氏母老虎一只最是凶悍不过，运气又好，他能顺利生产可不能怪我。这是懂道理的人才会这样想，二皇子妃他可不这么想。毕竟裴荣今日可是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和二皇子说多谢二皇子妃使人问候，又给谭氏送了一株老山参，这才帮助谭氏顺利生产的呀。我没送老山参。这不算什么，还有件事你得有数。裴荣当众臭骂了二皇子一顿，说是他忘却施恩，背信弃义，宠妾灭妻，对王室不好。地底下的王大学士若是知晓，只怕会气得坐起身来。二皇子气得当众拂袖而去。裴荣向来就是这个性子，他骂二皇子不关我的事，何况他说的也是真话。这就对了，你仔细品品这话。裴荣与二皇子妃早就没有来往，他为何知道这些呢？是谁在中间传的话呀？当然是送老山参的人了。你觉得二皇子和皇子妃会对这个人怎么样呢？我没有，我什么都没说，我根本没敢见裴荣。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还有啊，你觉得裴荣会饶过你吗？他不会杀人的，他若杀了我，整个安乐侯府都完了，他也完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呢，何况裴荣有钱还能忍。记得当初他是怎么办钟西英那件事的吗？记得钟家是怎么买凶杀人的吗？只要肯花钱，哪里找不到几个亡命之徒呢？救我！我倒是有法子救你，就怕你不肯听话。我一定听话，你快说呀！你替世子送封信给皇子妃。送信这种事不是很简单吗？世子爷神通广大，轻易便可办到，何必非要寻我呢？我这会儿自身难保，可不敢上门送死。皇子妃才吃了亏，哪敢随便相信别人？就是你最合适。
你只要把信送到，世子就能救你。青衣奴仆见枝叶仍是犹豫，折身便走。你既不肯，便罢了，生死由命吧。哎，不是我不乐意，而是这个，万一过后世子不认怎么办？你得给我个保证。这样，把世子爷那根马鞭拿给我做个凭证，如何？也行。想来世子让我拿着东西来做信物，就是为了让你安心。拿去。枝叶接过那根镶金错玉的马鞭，与青衣奴仆一起出了门，前往二皇子府。到了地方，却不走前门，而是轻车熟路绕到后门。青衣奴仆往墙角一藏：“快去，我就在这里等你，好带你回去王府。”枝叶摸摸那根马鞭，按着约定敲响后门，三长两短。你怎么来了？听说皇子妃又受气了。可不是嘛，我虽未在跟前伺候，却是听到些风声，说是殿下今日回来就发了好大的火，把皇子妃屋里的陈设都摔了，还动了手。知道是为什么吗？我算什么？哪里晓得是为了何事？你要进去吗？殿下还在府里吗？枝叶话音未落，就见门被人从里头拉开，10来个王府侍卫冲出来，不由分说便将他和婆子按翻在地，绑了起来。我是府里的人，奉皇子妃之命出去办事的，你们怎么敢这样对我？皇子妃不会饶过你们的，我要见皇子妃。那几个侍卫并不与他多说，直接脱了他的臭袜子塞进他嘴里，拿走东西，将他和婆子扔到柴房里，关上门就走了。另一边，侍卫将搜到的东西呈到二皇子面前。标下奉殿下之命守在4处，果见后门有人敲门，三长两短，那婆子便鬼鬼祟祟开了门，来的是枝叶，二人正交谈时，被我等抓个正着，搜出以上物品。退下。二皇子打发走侍卫和伺候的下人，这才拿起马鞭仔细查看。马鞭做得十分精致，非是寻常人家用得起的，也不是寻常人敢用的。满打满算，整个京城里就只有福王世子裴阳一人胆敢如此张狂。二皇子已是急火丛生，待拿起书信撕开一看，更是气得连嘴铁青，当场就把茶盅给砸了。下人听见动静，连忙道：“殿下，滚！”二皇子怒吼一声，抓起马鞭和书信，朝着后宅快步而去。门被踹开，二皇子怒发冲冠，大步走入。殿下，有话好好说。滚！不知廉耻的贱婢，就是你们这起子淫贱东西，在中间使坏勾脸。二皇子朝着罗伊就是一鞭子。殿下还是不肯信我吗？既然如此，您赐死我吧。我呸！不守妇道的贱人，你也配？我只当你与裴荣旧情未了，没想到你还和别人勾搭成奸。殿下就这么想往自个儿头上戴绿帽子吗？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如此侮辱我，也侮辱你自己？还敢否认？二皇子暴怒地将马鞭和书信朝王色的脸砸去。贱人，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你对得起我？王色看一眼马鞭，觉得有些眼熟，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是谁的，便心慌意乱地捡起书信来看。信上只有寥寥几字，是约他出去见面的，下方没有剧名，但是字体遒劲，是男人的字无疑了。我冤枉，殿下，我冤枉，有人要害我。我也希望是有人害你呢，但凡是个男人，谁乐意做乌龟啊？老实交代，你与裴阳什么时候勾搭上的？我没有。若我与裴阳有任何首尾，叫我不得好死，不让王氏一族不得好死。我暂且不与你争辩，待我审过你身边的人，便知真伪。把罗伊带下去，严刑拷问。殿下饶命啊！小姐，救救奴婢！殿下，
罗伊打小就跟着我，人人皆知她是我的近身侍女。她若有事，只怕闲话传得难听。您就算不给我留脸面，也给咱们孩儿留几分脸面，不要让人说长道短，求求您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强扭的瓜果然还是不甜。言罢，他很坚决地踢开王瑟，转身大步离开。小姐，小姐，救救奴婢！王瑟痛苦地抓住衣襟，无声悲嚎。夕阳如血，残光透过柴房缝隙落到枝叶脸上。他眯缝着眼睛，满怀期待地看着外面的天空，只盼着奇迹出现，救他于囹圄。有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皇子妃是否经常自后门偷溜出去，或是经常让人通过你夹带私货，领人入府？都有些什么人，什么东西？你先想清楚再回答。你和你的家人是死是活，全在你一念之间。皇子妃，并未经常自后门偷溜出去，但也是有那么几次的。罗伊爱出去，也有人常往府里送东西，送口信什么的，送的什么，说的什么，老奴不知情，都是罗伊姑娘亲自办的呀。二皇子将手一挥，便有人递上剑来，剑往婆子脖子上一搁。殿下饶命，老奴知道一些的。有一次，有人上门来寻罗伊姑娘说话，老奴见她衣饰不似寻常，便偷听了一番，竟是福王世子身边的长随，叫什么名贵的。二皇子瞳孔微缩，手起剑落，一抹鲜血冲天而起，婆子瞪着眼睛，张着嘴，被割断的喉咙冒出一串血泡，无声倒地。枝叶被吓疯，眼睛疯狂乱转，喘不过气来。不要，我说，我什么都说。你只有一次机会，我问，你答。王氏与裴荣可有私情？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裴荣就是个不解风情的老古板，算府的要命，给他机会他也不会乱来的。你今日是替谁送信？是替福王世子裴阳，他让夏普给皇子妃送信，说是殿下与皇子妃因裴荣深嫌，皇子妃必然不信其他人，只能让夏普走这一套。只要办妥此事，他便保我成为自由身。那根马鞭？那是信物。二皇子双目充血，只当这信物是王瑟与福王世子之间的信物，愤恨极度羞耻之中，只想赶紧结束这一切，将掌中宝剑狠狠刺入枝叶心窝。枝叶痛得剧烈地颤抖了几下，瞪着眼睛软倒在地，死不瞑目。二皇子抽出宝剑，任鲜血溅了自己满脸，丝毫不嫌，亦不避讳，提着剑朝后宅狂奔而去。乳娘正抱着裴润喂奶，眼看裴润就要吃饱，就在此时，门被人用力踹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教养嬷嬷还未来得及发怒，裴润已然大哭起来，哭着就开始呛咳，憋得一张小脸青紫，翻着白眼，十分吓人。满屋子的人又哭又喊的，二皇子也吓住了，拎着剑不敢动弹。虎毒尚不食子，你怎么忍心对润儿下手？你想我们母子多累了，你是不是？行，我这就带着他去死，一了百了，给你的双倍让位，让你称心如意。二皇子手里的剑落到地上，眼看着裴润缓过气来，便用力抓住王瑟往地上一推。泼妇，你哪里还有丝毫大家闺秀的模样？见了孩儿受罪，不是理该抱住孩子吗？你倒好，只管争风吃醋，悬死觅活。天底下哪里有你这样的母亲？你枉为人母，枉为人妻，败坏王氏门楣。我是瞎了眼才会娶你进门，实乃此生之耻。也不去看孩子怎么样，甩手就走了。皇子妃，小皇孙这样不行啊！
得请大夫！赶紧的，不单是被呛着了，还被惊吓着了。血，杀人了！王瑟低头一看，自己的手上、肩上、衣上全是浓烈腥臭的血，再看二皇子扔在地上的那把剑，也是黏黏糊糊，沾满了血。王瑟眼睛往上一翻，晕死过去。你的事情办妥了？办妥了。我不是故意拖延不肯来见你，而是当时看着小郭夫人和陈二嫂哄得你高兴，不忍打扰，想让他们多陪陪你散散心。然后你也正好趁机办个事，对吧？办的什么要紧事啊？陛下之前问起一本古籍，宫中没有，我就去相国寺寻了，准备明日入宫谢恩时敬上去做谢礼。确实是很重要的事。寻到了？寻到了。我回来时遇到王娘子，就自作主张让铺子里明日歇半日夜，叫他领着伙计工人来家里吃饭，看你陪你说说话，你觉着可好？你已邀请，就算我觉着不好也要陪客，总不能人家兴冲冲的来，我推脱太累不见，把人赶走吧。怪我没先和你商量，我只是以为你应该很想知道铺子里的生意如何，想要哄你高兴。还有一件事，枝叶死了。什么？是不是你？影帝吗？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能不能再说一次？我一定认真听。不说。怎么死的？肯定是这厮杀人灭口，太可怕了。裴阴险升级为裴凶残了，被二皇子杀的。啊？为什么？二皇子为什么会帮你？难不成那个秘密还和二皇子有关系？所以他们联手灭口？啊呸！不对，我这是什么猪脑子？肯定是裴坑坑又坑人了。不是帮我，是枝叶犯了错，二皇子心胸狭隘，容不得人，所以一怒之下动了手。就为了你那几句话，他就把枝叶给杀了？都不问问清楚的？谁知道呢？或许还有其他错吧。你也知道，枝叶不是良善之辈。夫君误会了吧？枝叶是你老师给的人，救过你好几次命，多年相伴的情谊非比寻常，怎么可能会做坏事呢？要也是别人坏，比如说我。悠悠，我错了，我给你赔礼，别生气了好吗？我心已死，虚无缥缈的赔礼救不活。你只需说清楚一件事，枝叶说我头上的疤和你有关系，当初因为我无意间听到不该听的话，你便下令让他杀了我，有这回事吗？他静静地看着谭悠悠，迟迟未能回答。你在那么多人里选中我这个又懒又馋、迷迷糊糊、贪玩贪睡、门不当户不对的小淑女，是因为想要把我放在身边盯着吗？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这种人，我没让枝叶对你动手，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好，我相信不是。那是谁？谭悠悠逼近裴荣，想要给他造成一个泰山压顶之势，好叫他赶紧的坦白从宽，别这么磨磨唧唧的。然而刚靠过去，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几天没洗头，肯定全身咸鱼未熏的死人，便又火速撤退。裴荣却把谭悠悠的动作误会为嫌弃自己，要和他一刀两断的征兆，于是不管不顾地挤上前去，将谭悠悠紧紧搂住。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会不会离开我？是老侯爷吧？我娶你，虽有想要保护家族的原因，其实也是想要赎罪。赎罪？你娶我是为了赎罪？当时宫中非得逼我娶妻，我看秋生所有闺秀都一样，你贪吃贪睡，憨憨的不爱动，大概是脑子坏了有问题，
样子也讨喜，不爱惹事，挺善良，你家也乐意，所以我贪吃贪睡，憨憨的不爱动，就是脑子坏了有问题。你可真上进啊！合着在你眼里，跟你不一样的人就是脑子坏了有问题。别生气，这样不好看。接着说。我想把你变好，也想天长日久，生儿育女，渐渐的，不好的都能变好。我不用你帮着变好，我自己就很好，不好的是你。我被你害死了。其实，你要是真想赎罪，就该放过我。以我这性子，就算想起来什么也不会找你们麻烦的。因为我懒嘛，懒得动。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所以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被贬回家，他心里充满怨气愤恨，没忍住和职业说了大不敬的话。你刚好遇到，职业问你听到了什么，你说听到他们在骂皇帝。我当时去给他拿吃的，如果我在，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就连抱怨的话我也不会允许他说出来。你信我吗？我得仔细想想。以上种种，我没撒谎。职业从前真的救过我好几次，我念这份情，后来把他送回王家，不是我不想他付出代价，而是因为盯我们的人太多，无时无刻不在如履薄冰。旧事已了，情分已断，这一次此事全由我谋算，具体经过我不想和你细说，不想要你害怕我嫌弃我。你现在身体虚弱，听多这些事不好，等到你出了月子，什么时候想听了你再来问，我告诉你。现在我对你已毫无隐瞒，若你还是不能释怀，那你怎样？愿意与我和离吗？我不答应，我死也要死在你们母女面前。好好的说什么死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大男人寻死觅活的做什么？悠悠，你是和我开玩笑的对不对？悠悠，我以后愿意居内。来来来，我们轩轩想爹娘啦，我们能不能进来呀？快请进来。裴荣此刻最怕听到谭悠悠拒绝，巴不得有人横插一脚，麻溜跑去开了门，先对着梅姨娘谄媚一笑，再接过轩轩，小心翼翼地亲一口。吃饱了吗，乖宝宝？姨娘，我要抱轩轩。叫姑爷抱给你啊。裴荣并不要他开口，立刻马上把孩子抱到他面前，小心翼翼地放在他怀中，还指点他怎么抱。这里再往上一些，轻轻抬着轩轩的脖子，这样他会舒服一点。当着姨娘和孩子，给我留2分脸面。夫君真不错，短短几天就学会带孩子啦。我心疼你，心疼轩轩，你们2个是我的至亲之人，我当然要尽早学会带的。姨娘，今晚可否陪我和悠悠一起用饭？好啊，人多吃着香。我看悠悠这2天胃口都不好。寡淡无味，我胃口能好才怪。裴荣闲着脸守在一旁，接着去握轩轩的小手，也把谭悠悠的手包在掌中。你俩的手一模一样的，都很好看，白白嫩嫩的呀。看看这眼睛，这头发，这鼻子，这嘴巴，都像你，要多好看就有多好看，任何诗词都没法子描述出来。抱过去玩吧，我饿了。那我让人传饭，我和你吃一样的饭菜，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不好？这不好吧？怎的不好？你生孩子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我陪你吃几顿清淡的饭菜怎么了？
说着就抱着轩轩去外头吩咐下人传饭，语气欢欣鼓舞的，仿佛捡了个金元宝。算了吧，别和姑爷赌气了，我觉着他还行，主要是坐月子生气不利于恢复，对你自己不好。不许笑。这个鲫鱼汤还不错，鲜肉饼也挺鲜的，你尝尝。你嫌汤油，我给你把油撇了如何？不了，我吃的药说是最好清淡些，你要是喜欢就多吃些，别浪费了。好，我替你吃。鸡蛋吃了一半，他停下来吸一口气，忍了忍，接着攻克鲜肉饼。肉饼吃下一半，他喝了一口水，趁机停了好一会儿。鲫鱼刺多，吃了2条之后，他的2条浓眉皱起又松开，艰难的又吃了一块炖猪脚。吃不下就别硬撑着，端下去，爱吃什么让厨房另做好了。我爱吃的，挺好的。今晚还是让我带轩轩吧，我晓得你不放心把他单独交给乳娘。其实我也不放心你。今晚把轩轩放在我房里，我看着他，他饿了哭了的，乳娘也方便进出。可是我不放心你啊，你还病着呢。要不这样好了，孩子就放你屋里，我在旁边加个睡榻，咱俩一起看着，这样一举两得。姨娘觉得这样如何？又能满足悠悠爱孩子，我也能照顾他们娘俩。梅姨娘还能说什么呢？肯定是说好。那就这样定了。谭悠悠指着那只肥腻的鸡，吃完它就按你说的办。裴荣的筷子立时抖了几抖。裴荣当然没能吃完那只白水煮鸡，虽然他用尽全力，还是吃的机遇作呕。夫君加把劲啊，只剩2条腿1只翅膀半边身子了。夫君再努力一下，还剩半只。哎，这样好了，鸡头和鸡脖子鸡脚什么的也没什么肉，你就别吃了吧，赶紧的，快凉了。夫君，我给你加了鸡腿哦，这是最后1条了，吃完就只剩翅膀和半拉身子喽。真了不起啊，不愧是男人，顶天立地，能屈能伸，能打也能吃。哎，赶紧的，快吃快些，大口吃，就快凉了呢。哎，会撑坏的，真是的，一个敢说一个敢做，是不是傻呀？这么大的人了。姨娘别生气嘛，俗话说得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情我愿的事怎么会是傻呢？这叫真心真意，对吧，夫君？裴荣沉默片刻，抿唇淡淡一笑。梅姨娘直接让人把饭菜收走，严肃地说：“谭悠悠，就算要吵架要生气，也不能开这种玩笑，弄坏身体可不是好玩的。我宁愿你们好好吵架。”好，我听姨娘的。夫君你觉得如何？姨娘，只要悠悠高兴，我愿意吃苦受罪。夫君这话说的，炖鸡养人，若不愿意，咱们可以不吃。姨娘，谢谢您的好意，只是此事你莫管了。梅姨娘叹口气，索性转身走了。轩轩怎么能这么可爱呢？是吧？是。回来啦。回来了。轩轩，轩轩，乖宝宝，看看是谁来了。我是爹爹。轩轩认出他，手脚动得更厉害，小嘴大大张着，眼睛里满是笑意。孩子该办百日宴了，你有什么想法？我没想法，照着规矩来就行。不要出格，也别寒酸，差不多最好。怎会没想法呢？孩子这辈子就过1次百日，还是得仔细斟酌才是。天气炎热，饭菜不能放置太久，一定要新鲜洁净，否则把人吃坏了不好。就这些？就这些。你说的是，咱们不和别人比，差不多就好。这样，稍后我把菜单和宾客名单给你，你看着添减。行。此时风景宜人，不冷不热，也没刮风，我们抱着孩子出去走走。谭悠悠也没拒绝，跟在他身后出了门。今年秋天，想表妹要成亲了是吧？是啊，
姨娘和大舅兄写去秋城的家书也快有回信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是啊，人生100年，眨眼而逝，咱们得倍加珍惜，过好每一天。你从前不是爱练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桥吗？为何现在不练了？我怕吓着夫君，教坏女儿。不知者无罪，我见识少，你就该教我。女儿还小，不懂得这些，你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如若我没有嫁给你，且还想起从前的事，你会怎么办？我没听懂你的意思。罢了。是他钻了牛角尖，忘了初心，倒让自己别扭难过了这么久。做人呢，最要紧的是开心，所以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吧。我可能会装得很凶地吓唬你，让你见到我就怕，不敢提起那件事。换句话说，教你做人。你已经做到了，行走坐卧每件都教过。其实是你救了安乐侯府，给了我许多，谢谢。也谢谢你给我轩轩。看这个。不要。不要什么？我不要做谭知府那样的人。工具人啊，这个主意不错啊。你说轩轩一个人太孤独了，是吧？是什么工具人？这不是重点。走喽，我们去看看姨婆和小姨。工具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轩轩一个人太孤独了。裴荣瞬间明白过来，欣喜若狂，一颗心颠颠的，面上更加严肃，四平八稳，其实是行走如风的追上去。对，轩轩一个人太孤独了，女孩子容易被人欺负，所以要给她多添几个弟妹。如若轩轩被人欺负，你要如何？我挖了她家祖坟。五妹夫要挖谁家的祖坟？没什么。再说秋城的书信很快就该到了。早到早好，能不能行的趁早了结，省着天天挂着这事儿。谭如意已经不会害羞了，很直爽地将一张帖子递给他们看。钟义伯夫人邀我过去赏花，怎么办啊？我应不应？三姐怎么想的？她看不起我，我也没必要上赶着去讨媒圈。万一钟义伯府趁机说你目中无人呢？那也不行，才刚开始就任人轻贱，就算成了亲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不如一直硬气，该守的规矩必须守，说到天我也没错。帖子大家都有，不能只让他一个人下。如今我好歹也是个侯府世子夫人，咱们轩轩的百日宴请钟义伯府的人过来玩啊。就这样定了，夫君记得给他家下请帖。好，不如我们现在就拟定宾客名单如何？咱们一起写请柬，你念我写。你念我写，我的字不比你的差。我舍不得你辛苦。我不辛苦，我乐意。我不想别的男人看到你写的字。以后咱们实话实说，不要拐弯抹角好吗？好，那我说了，今晚我们可以蹲轮吗？我很想你。谭悠悠不想说话，这也太直了。是你让我不要拐弯抹角的，我想很久了，做梦都在想。裴荣振振有词，神色严肃，耳根却是红得不行。写请柬吗？是夜，裴荣到底没能满足心愿，因为谭悠悠身体不适，各种不舒服不适应。他虽遗憾，倒也没说什么，顺势在谭悠悠房里留下来，同床共枕，搂着她说话到半夜。说的无非是些小时候的事。安乐侯老夫人性情古板，管束他极严，他不过偷着捉了个蛐蛐，就被罚跪饿饭。这些都不算什么，不过吃点苦头罢了。但是祖母让母亲过来，当着我的面训斥他，说他没教好我，我受不了。为了不让母亲难过，我努力按照祖母的要求去做。谭悠悠半合着眼睛听他叨叨，想起来的是自己悲惨的从前。悠悠，我们忘记从前，好好过日子，
好吗？要是你总也忘不了，那也没关系，我能等。好。谭悠悠翻个身，揪着他的衣襟，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慢慢的睡着了。这是谭悠悠生产以来睡得最好的一觉，无梦到天明。醒来以后，裴荣还在身边，一动不动地搂着他，见他睁眼就温厚一笑。我们一起举石锁吧。谁要和他举石锁了？傻蛋！大舅兄又亲了轩轩一口，我闻了一下，臭烘烘的。你得找个时候和他说说，别老是亲我们轩轩。你上次不是说了吗？容易把病带给孩子，对吧？嗯。夫人辛苦了，让为夫帮你洗浴如何？只是洗浴？当然了，你这一整天忙里忙外的，还得应付王色，真是身心俱疲。我若是还动其他心思，算是人吗？那你帮我按捏一下。好，我和你说，我天天举石锁提水，臂力好了不是1点2点，保证你舒服。裴荣一本正经地帮着谭悠悠洗浴，拿了丝瓜瓤擦呀擦，不时还帮着按捏放松一下。玛莎鸡呀玛莎鸡，这手法，这服务态度，666。好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很舒服。夫君辛苦啦。你先歇着，我去洗洗。好。舒舒服服躺上床，嗅到今晚的被褥特别香，仔细一闻，似是合欢香的味道，于是笑了笑，半眯着眼睛等裴荣。然而太累，终究还是在裴荣出来之前睡着了。迷迷糊糊的，觉着身边床铺微沉，片刻后，谭悠悠叫出声来：“啊！你说过不动其他心思的，你不是人。”裴荣并不说话，只管朝着目标前进。他此刻当然不是人，他是饿狼。半晌，谭悠悠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目光空洞地瞪视着帐顶。裴先生，你毁了我的好眠。说明还不够累，再来一次一定很好睡。不，我不能这么自私，你也很累了。为了夫人好眠，为夫不怕累。裴饿狼再一次扑过去，一本正经的建议：“咱们一起做臀桥。”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说你空了可以教我，并不是说现在。呵呵，我信了你的鬼，男人。这次给朕进了什么吃食啊？臣以为陛下不喜欢，就让臣妻不要再献丑了。你未曾问过，怎知朕不喜欢？是臣错了，请陛下恕罪。将功赎罪，下次多送一些。之后，裴荣还是只给皇帝带了小小一碗柠檬泡椒鸡翅。皇帝用筷子扒了扒，一共6只小小的鸡翅尖，当即翻了脸。朕上次赏你那块田黄时，难道不过换1只鸡吗？回陛下的话，1只鸡只有2只翅膀，要3只鸡才能凑齐这份吃食。为了这份吃食，微臣家中最近都在吃鸡，宫保鸡丁、油炸鸡皮、烤鸡、卤鸡、油泼鸡、香酥鸡、泡椒鸡脚、白切鸡。行，鸡骨头呢？你不会都吃了吧？可以炸鸡架，熬高汤，不会有半点浪费。没想到，朕小小一份吃食，就如此兴师动众。不过你媳妇儿很会当家，不像有些人家，为了待客，主客不过3席而已，所费巨大，竟有鹅18只，鸡72只，猪肉150斤。南方之牡蛎，北方之熊掌，西域之马奶，东海之鱼翅，无不罗列席上。另有果品菜肴100余种，饮水火炉、象牙筷子、水晶碗、御酒壶、赤金双吃虎人杯，一只就有16两重。民间尚有许多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取食民脂民膏，却不是精忠报国，只顾贪图享乐，如此铺张浪费，实在可恶至极。裴荣垂眸静听，心中自有思量。
这场奢侈的酒席不是别家办的，正是福王府一场私宴。不过20-30人，耗费近1000两白银，可谓穷奢极欲。所以，这是想要对福王下手了吗？相公啊，你说说看，这样穷奢极欲、不思民间疾苦之人，该如何处置啊？裴荣心中自有壮志，奈何没有机会施展。机会就在眼前，当真蠢蠢欲动。然而想到家中的妻女，最终狠狠按下这心思，肃穆道：“请陛下恕罪，微臣非是朝官，不能参政议政。”你当众痛斥二皇子，算不算参政议政？回陛下的话，微臣当时奉的是师徒之意。二皇子曾与微臣同在仙师门下学习，有同门之意。为着仙师，无论如何也不能看着二皇子做错了事。其后，二皇子又由陛下指派，同在御前听臣讲经，这便有了师徒之意。微臣说他几句，不算越位。哼，真会说，推得一干二净。真想给你一个机会，去查一人。禀陛下，微臣只想一心治学，善待妻儿，看着儿女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你想要的，朕都能给你。裴荣还想再说，皇帝挥挥手：“罢了，先回去好好想想，再来回话，别急。”裴荣低头退下，面无表情地往外走。又听皇帝在身后大声道：“下次可让你媳妇儿做什么鱼豆花来尝尝，那东西不好弄，可让她入宫做了敬上。”裴荣顿时停下脚步，回头看向皇帝。鱼豆花必须要吃热的、新鲜的，再热过就腥了。从他家到皇宫距离远，不方便，是以谭悠悠从未进到御前。元宝来也没尝过这道菜，那么是谁说给皇帝听的呢？皇帝冲着他勾唇一笑，示意值守的工人把房门关上。雕花门扇将裴荣隔绝在外，他抬起头来看着湛蓝色的天空，遍体生寒。或是命运本就如此，永远也逃不过这宿命吗？裴荣行到宫外，并不立即归家，先骑着马四处走了一圈，觉着心情差不多了，这才往家走。世子快些归家，老侯爷来了。老侯爷来了？是啊，听闻是宫中下了旨意，宣侯爷回京。因为时间紧迫，又有钦差在旁，侯爷就直接进京了，没来得及给家里写信。裴荣打马归家，果见家门前都停了好几辆马车，廖翔正指挥人搬行李。裴荣看着安乐侯，心里酸楚难当。这是生他养他的父亲，再有多少不是，始终竭力护他长大，自己却如惊弓之鸟，正当壮年，活成这般凄惨模样。再看看谭悠悠和轩轩，头就立刻变得有3个那么大，心中惊恐不安，就怕谭悠悠翻旧账，重提当年的事。裴荣心中各种情感翻滚交织，站在门口只是发呆不动，看起来似乎是很不高兴的模样。我儿回来了，也没跟你说一声，就这么来了，怕是要给你们增加不少麻烦。听闻你们还有一套宅子，要不我住那边去？谭悠悠看裴荣这模样，立时猜到了他的想法，也不多话，只微笑着静看他们父子怎么打交道。父亲这一路上可都安好，累不累？这是咱自己的家，一家人哪有什么麻烦，不用别处去，就住这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始终低着头，不敢看谭悠悠，怕被反对，所以不如先把局面定下来，过后再补偿好了。好，我儿出息了。若是你祖父母和母亲地下有知，定然十分欣慰。老夫从未想过，此生竟然还能踏入京城。裴荣眼里也含了泪，竭力忍着不流出来，伸手拉过谭悠悠，郑重其事道：好叫父亲得知，我们一家能在京城团圆，谭氏功不可没。儿媳妇儿辛苦了，兰心蕙质，吃苦耐劳，实乃裴氏之福啊。公爹谬赞，儿媳虽操心劳累，
但夫君待我也极体贴温厚，所以儿媳不觉得辛苦。小丫头长得一脸福相，实在是我见过的最机灵、最好看的女娃娃，我梦见她好几次呢。父亲还未抱过轩轩吧？来，抱抱。我风尘仆仆，还未盥洗更衣，别把外头的脏东西带给我孙女了。没事，轩轩体格健壮，从未生过病，不怕。安乐侯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轩轩抱在怀中，轩轩睁着黑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他看，看着看着瘪了嘴，哭着要找谭悠悠。安乐侯并不松手，笑着哄道：轩轩不哭不怕，我是祖父，祖父疼轩轩啊。你看这是什么？你们聊着，我去看看热水和房间备好没有。安乐侯抬眼看着谭悠悠的背影，轻叹一声，低头继续哄轩轩。但是轩轩哭得厉害，小脸涨得通红，压根不依他哄。轩轩还小，认生，过几天熟悉就好了。啊，你去帮着桂枝行礼，我有话要和相公说。世子，是否需要妾身把大小姐抱出去？不用，我抱着就好。父亲，宫中旨意具体是怎么说的？什么都没说，就说让我火速收拾行李入京。我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就怕没好事。你事先半点风声都没听说吗？我也曾听说半点。今日入宫，陛下也只是让我回家看看，并未说您已到京。哎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就怕住在一块儿会拖累你们，还是让我住出去吧。人老了，怕你们嫌弃。何来拖累嫌弃一说？父亲是听说什么了吗？没有。世子爷，热水与房间已经备好，少夫人着奴婢来请侯爷前去盥洗歇息，晚饭已在准备中，一会儿就好。少夫人想着大小姐定是睡着了，让奴婢带了毯子和乳娘过来，这便交给乳娘带回房去吧。裴荣便将轩轩递给柳枝，抱出去交给乳娘。这是儿媳妇身边的大丫鬟吧？怎的与你说话没大没小的？你也不管束这些，没得让外人看了笑话。既然陛下未曾赐下毒酒，咱们还该把门庭撑起来，该讲究的就得讲究。陛下若要赐下毒酒，并不用宣召您入京。至于门庭，不是靠着这些撑起来的，父亲不必操劳这些小事。既然来了，就安心养老，旁的事交给我们去办。啊，侯爷，奴婢伺候您盥洗歇息，可好？好，相公不陪我吗？裴荣忙将他扶上轮椅。当然要陪。几人一同前往后院，柳枝轻声细语地解释道：少夫人说了，本该让侯爷住正院的，一时之间太过匆忙，来不及收拾，先委屈侯爷暂住跨院，过2日收拾好再搬过去。我儿呀，辛苦你了，这一下在京中吃了不少苦头吧？儿子挺好的，您瞧，都长胖了。裴荣递帕子给安乐侯擦泪，正父慈子孝之际，忽听一阵响亮的鹅叫在近旁响起，跟着几只又肥又壮的大白鹅扇着翅膀狂扑过来，伸长脖子要去叼安乐侯。这是什么？安乐侯吓得惊恐大叫，险些把轮椅带翻。此时裴荣的好臂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凭着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将轮椅稳稳定住，同时大声吆喝恐吓驱赶大白鹅。柳枝也忙着去赶大白鹅，谁晓得领头的大公鹅太过凶悍善战，趁着众人一个不防，硬生生在安乐侯的老枯腿上狠狠叼了一口，再扇着翅膀迅速撤离现场。安乐侯又惊又痛，吓得当场晕厥过去。裴荣使劲掐了人中，安乐侯才算悠悠醒来，醒来就大声喊道：
有人要害我，有人要害我！儿子，有人要我死！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奴婢该死，没有护好侯爷。家中白娥定是没有见过侯爷，所以才会胡来。奴婢这就命人严加看管，绝不让他们出来打扰侯爷。相公我儿，为父腿疼的厉害。裴荣掀开他的裤腿，果见小腿上青紫了一大块，于是脸都青了，转头呵斥柳枝：为何事先不将娥关起来？谁管的？拖下去家法伺候，打30大板。是。走，快走，我儿快送我回房。一股难闻的尿骚味扑鼻而来，这是被吓得失禁了，可见身体有多差，被吓得有多厉害。裴荣心情差到极点，沉着脸把人推到西跨院，只见谭悠悠在那忙里忙外的，见他们来了就笑着迎上来道：委屈公爹现在在这里暂住2日。这是怎么了？快！裴荣来不及多说，急急忙忙推着人往里走，头也不回道：你去照看孩子吧，这里不用你管了。谭悠悠莫名其妙的，却晓得自己此刻大概是不受欢迎的，便交代了周家的几句，转身快步离开。柳枝哭丧着脸迎上来，小声说了刚才的事。谭悠悠目瞪口呆，扶额叹息：奴婢觉着侯爷那话不对劲，就像是针对您似的。您仔细想想，是哪里不小心得罪了人？不知道，这才进门一会儿，我总共只说了几句话而已。不对，一定有问题。谭悠悠也知道有问题，但一时半会儿的也摸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先苟着了。世子，侯爷是否睡了？睡着了。裴荣让丫头下去，威严地示意李姨娘坐。我有话要问姨娘，你要如实告知，休得隐瞒，否则……世子请吩咐。此次我看父亲病情有所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回世子的话，侯爷自你们走后，便日日担惊受怕，吃不下睡不着，难得睡着也尽是做噩梦，常在梦中叫陛下饶命。醒来总是全身大汗，便要去祠堂跪着。妾身问他梦了什么，他也不肯说，问得多了就会发火。后来听说您得到御前讲经，那日起便能好吃好睡了。大概过了1个多月，收到一封书信，就又开始做噩梦。有天夜里醒来，和妾身说什么伴君如伴虎，您不容易。约是2个月前，又收到一封书信，侯爷看完脸色就变了，忙着将书信烧成灰烬，再将自己关进屋里，不吃不喝也不理人。妾身怕出事，一直守在外头，好生哄着。到了天黑，侯爷才许进去。当天夜里，侯爷又做了噩梦，一直说他不是故意的，让看在世子的面上饶他一命。妾身怎么问都不肯说发生了什么事，只经常念叨他老了没本事，是您的拖累，不如死掉算了，省得被厌烦。唉，不瞒您说，世子，妾身每每听到侯爷说这些，就难过得很。问你话哭什么？父亲年纪大了，也该有些忌讳。跟着钦差就到了，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谁想管事的才通报到侯爷面前，他便吓得晕死过去，还和今日一样失了禁。醒来就忙着要找毒药吃，又让妾身拿绳子勒死他算了，说是祸事来了。问他什么祸事，他又不说。陈管事无奈，只好先去稳住钦差，打听清楚是要咱们入京，这才去劝侯爷，说倘若自尽，便会被人无中生有，说是畏罪自尽，会拖累世子。侯爷这才消停。这一路上，侯爷也是担惊受怕。我知道你们一路辛劳，姨娘不必再提。那2封信是谁写的？写了什么？妾身不识字，侯爷也从不让妾身碰这些东西，只记得那2封信用纸很讲究，是花笺，香味也很清雅，是出自一人之手，是京城去的。你撒谎！啊，没有，妾身没有。世子，
妾身不敢的，真不敢的。妾身后半辈子还指望着侯府呢，怎么敢欺瞒世子？我和少夫人都是厚道人，从不为难搓磨无辜之人。你照顾伺候父亲多年，给你养老送终是应该的，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李姨娘犹豫片刻，先跑去看看安乐侯是否已经睡着，又看看门窗外头是否有人，这才跪下去小声道：妾身不敢有瞒，侯爷收到第2封信后，做噩梦时常叫少夫人饶命。少夫人饶命？是说儿媳妇饶命。儿媳妇饶命，这是指谭悠悠呢？裴荣面无表情地打发走李姨娘，他大概猜得到2个多月前安乐侯收到的信，说的应该是从前那桩杀人灭口的事。算算时间，正是此事爆发之际，当时谭悠悠正在坐月子，且以他的性子不可能写信恐吓安乐侯，所以只能是王色。这一招实在是太毒，真正将他陷入困境。裴荣握紧拳头，将后槽牙咬得死死的，自己到底还是太过心慈手软。夫君寻我何事？怎么还没书写啊？好的，夫君稍后啊，我去就来。算了，就这样说吧。你听着，我有要紧事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王色在中间捣鬼使坏，因为真相暴露而心虚愧疚害怕，日以继夜，寝食难安，变生心魔，怕你报仇，还怕我有了媳妇忘了爹，更怕此事暴露惹得宫中大怒降罪，从而家族覆灭，因此失常，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多谢夫君解惑。杀人者害怕被害者报复，因为担心惊恐生病失常，反而成了弱者可怜人。是父亲的错，但事已至此。接下来夫君打算怎么办呢？公爹也是认定我会害他，身体的病能治，心病难治，不是从外头随便买2只鹅红烧烟熏吃下肚就能了解的。今日要吃鹅，明日不知是否会要你休妻。绝不可能，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好的法子，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稳住他的病情再说。我知道了，夫君既然决定好，那就放手去做吧。快去招呼公爹用早饭吧，再给他请个好大夫，我去忙家务。悠悠，我很为难，左边是生我养我的老父亲，右边是同生共死心心相印的妻子，总想两全其美，但我只是凡人，你教我该怎么做？不，你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没有想到，也只是暂时。倘若一直想不到，那就是不愿意。裴荣，这种事情只能正面应对，不能靠和稀泥，那样只会一塌糊涂。裴荣暴躁起来，为什么每次他刚春风得意，就会遇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事？他怕开口说错话，无可挽回，只能紧抿着唇，看着谭悠悠脱离他的视线。世子，少夫人刚把夏仆叫过去，把对牌、账簿、钱匣子一并交给了夏仆，说是最近心情不好，身体欠佳，忙不过来。哎呀，这可怎么办？裴荣强行咽下一口老血，刚瞪过去，就见廖翔眨巴眨巴眼睛，一脸无辜地看着自己。世子呀，这事到底要怎么办？您得给句准话呀。什么准话？那什么钱匣子和账簿，夏仆可不敢长着，这就交给您吧。廖翔便戏法似的抱出一个沉甸甸的匣子，并几本账簿往石阶上一放，飞快行礼溜走。夏仆还有事要办，先告退了。裴荣看着钱匣子和账簿发呆，一片黄叶打着旋儿飘过来，刚好落到他的头顶上，无处话凄凉。这一瞬间，裴荣只想起来这么一句：家中什么都是现成的。很快主院布置妥当，裴荣打起精神往北跨院去，想看看那边收拾的如何了。姨娘和悠悠呢？姨娘昨夜没睡好，
有些头晕，去歇着了。铺子里来了个重要的客人，点名要见五妹。我看她忙不过来，就在这帮着收拾屋子。妹夫既然来了，那你自个儿忙着吧，我去歇一会儿，也有些不舒服呢。裴荣眼看着谭如意急匆匆地走掉，总觉着自己是被所有人给抛弃了，人嫌狗憎的那一种。裴荣张着2只手发了会儿呆，再往屋里走，见好些香笼细软都没打开，就道：这些不摆出来吗？少夫人说只放日常用的就好呢。为何？回世子的话奴婢不知道呢，少夫人没说呢。裴荣默默地起身往外走。柳枝啊，你就不怕世子爷发火吗？我实话实说，为何要发火？世子日常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呀，这难道不是安乐侯府的家风吗？声音不小，裴荣听得明明白白的，耷拉着2只肩膀往外走，一路走到香典外头。世子爷，是太和长公主，孟嬷嬷也在。裴荣很替谭悠悠高兴，按着礼节上前请见问安。起来吧，自家姑侄不必如此拘礼。相光啊，你娶了个好妻子啊，生的女儿也可爱聪慧极了。殿下谬赞。果然年轻的小夫妻，本宫不过叫你妻子出来一会儿，就巴巴地追了过来，当着本宫的面就能看呆了眼，可真是让殿下见笑了。行了，见也见过了，你回去吧。咱们女人的事，你一个大男人听着也别扭。裴荣低着头退出去，委屈地想，谭悠悠从始至终好像都没看过他一眼。忽听身后有人禀告：福王世子请见长公主殿下，说是要给姑母请安。叫进来，这一个个的真烦，让人不得亲近。裴荣立时停下脚步，打起精神，警惕地看向前方。哟，这不是相光兄吗？许久不见，这一向可好？裴荣没吭声。哎，别这么小气嘛，不是朋友，好歹还是同宗兄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还是在你们家铺子里，总不能赶客吧？裴阳笑着与他擦身而过。世子，咱们回去吧，家里一堆事儿呢。裴荣倔强地站着不肯走，他就是要在这守着等着，直到天荒地老。从他这个角度看过去，刚好能看到裴阳围在太和长公主身边献殷勤，还不停地逗弄他的宝贝轩轩。裴荣眼里冒出火来，心说若是裴阳胆敢伸手去抱轩轩，他非得冲进去不可。正想着，就见裴阳果然伸了手，于是怒火冲破理智，大步向前，高声道：裴荣请见长公主殿下。进来，怎么去而复返？家父昨日乘诏入京，此时正在家中等候宫中宣诏。乍然听闻殿下光临，很是欢喜，交代侄儿恳请殿下前去家中做客，不知殿下是否有空？安乐侯回京了呀？哎呦，好事，恭喜啊！他也上年纪了，听闻身体一向不怎么好，远道而来也辛苦了，不如安心歇着，养足精神，等陛下传召才是大事。好意本宫领了，暂且先不打扰了。不知殿下日常喜欢喝什么茶，用什么糕点，侄儿这就安排人送过来。这铺子里没什么好的。裴荣一本正经地和太和长公主应对着，不时利用眼角余光释放凶残的飞刀，每一刀都往裴阳身上招呼。裴阳完全没感觉，反倒笑嘻嘻地和谭悠悠搭讪。小嫂子真是秀外慧中，早就听闻香典的东西好，我也想给家中女眷买一些回去讨好他们。可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得什么是合适，今日正好碰上，就请小嫂子帮忙介绍一下呗。世子恕罪，长公主殿下是长辈，更是贵客，还有先来后到之礼。今日我只孝顺长公主一人，世子若有需要，让掌柜为您介绍，如何？啊，是我没想周到，姑母恕罪啊。小嫂子您先忙啊，我来看看我大侄女。哎呀，这么好看，给我抱抱。慢着。
男女授受不亲，请世子自重。我先带孩子回去，你安心照料长公主，若有需要随时让人传话，我就在家里等着。谭悠悠露出咸鱼的微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裴荣再趁着众人不备，恶狠狠地瞪一眼裴阳，回过头满怀爱意地逗着轩轩走了出去。哎，太小气了，认识他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小气，小嫂子平时怎么受得了？长公主殿下，这个说是能擦在手臂上，更能体验是否合适。你回去吧，有正事就办，没事啊，多陪你媳妇儿，别一天到晚到处瞎晃，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裴阳挨了训斥也不生气，笑眯眯地告退。到了铺子外头，却见裴荣还在那站着，轩轩却是不见了，便笑眯眯地迎上去。哎，相光，有事找我啊？离我们家远些。我这不是恰好碰上吗？大道朝天，各走半边，你总不能不许我在这边经过吧？要不你把这片都买下来，修个高墙，不许人路过，如何？只是这样，香点就不能做生意了。哎，我再给你出个主意，把香点关了，不许小嫂子出门，这就妥了，如何？裴荣死死地咬着后槽牙，才按捺住情绪，没直接挥拳打到裴阳脸上去。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后退2步，转身大步离开。哎，相光，你变了，是不是在害怕什么？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我们走。世子爷，他会不会猜到那件事啊？哪件事？没事没事。闭紧你的嘴，该忘记的要忘记，总是记着，死得快。父亲看看这字写的如何？挺好，颇具风骨，不俗不媚，自成一体。是谁写的？您仔细了看，应该能认出来。认不出来，反正不是我儿写的。难道是你那大舅兄写的，或者是你的学生叫安保的那个？安保还小，字尚且未曾认全，哪里写得出这样的好字？父亲此刻觉得身体如何？还行，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团聚在一起，有你在跟前孝顺，多好啊！儿子也觉得如此甚好。这字您确定没见过？不曾。这是轩轩他娘亲笔写的。看来父亲收到的那2封信一定不是轩轩他娘写的了。是什么信呢？我听李姨娘说，您自收到这信开始便寝食难安，日夜噩梦，还叫轩轩他娘饶命。我还以为是轩轩他娘写信威胁恐吓您了呢，看来不是的。哎呀，我头疼的厉害，就算是头痛的厉害，也得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行。有人要我家不得好日子过，父亲必须把经过151时告诉我，不能有半句隐瞒，否则不单是真相毕露，更可能家破人亡。如今刀已压在脖颈之上，难道父亲还要继续糊涂下去吗？我不是故意的，我说过了，我当时太害怕，我怕拖累你，我怕世间从此再无安乐侯府，所以迫不得已。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呢？我说过，我让你不要娶她，你非不听。安乐侯激动地大声嚷嚷起来，爪子一样的手紧紧揪着被子，呼吸越来越难，翻个白眼晕厥过去。请大夫进来。廖总管连忙陪着早就等了许久的大夫进来诊脉。侯爷久病，不良于行，气血不畅，郁结于心，体虚神怯，多梦难眠。加之年纪大了，激动之时难免晕厥，开些安神的药，多劝其宽心，慢慢将养就是了，多顺从，少刺激。裴荣紧抿双唇，目光暗淡，默不作声。如果可以，他并不想选用这样直白激烈的方式。谭悠悠说的对，他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做不到。他受了枝叶是王色的人，一直听王色之命行事的影响，下意识地认为就是王色干的。但今日见了裴阳，他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不是王色，而是另有其人。
他可以设圈套离间算计二皇子王瑟和裴阳，自己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别人同样也可以设计离间谭悠悠与安乐侯，他和王瑟在坐享其成。这个坐享其成的成，自然是谭悠悠。所以藏在背后的那个人是裴阳，福王世子，有动机，有能力。裴荣突然觉得自己挺悲哀的，打小一起长大的几个人全都弃他而去，不留余地地算计他，欺辱他，这是为什么呢？或真如旁人所言，他性情古板无趣，不招人喜欢。世子爷，老夫给侯爷扎一下银针，很快就能醒来，跟着好生静养就是了。大夫将裴荣拉回现实，手起针落，安乐侯悠悠醒来。我早知你总有一日会嫌弃为父，你对他言听计从。谭悠悠踏着晚霞进的家门，累却很开心，因为今日太和长公主买了许多东西，她虽送了不少，却也挣得还行。最重要的是拓宽了人脉和生意渠道。谭悠悠欢快着，忽见廖翔陪了一个面生的大夫从里往外而来。谁不舒服？侯爷旧疾复发。辛苦大夫了，看了如何？可开药了？一定要开最好的药啊！只要能治好病，我们不怕花钱呢。是谁招惹老侯爷生气了？夏仆不知，当时只有世子和侯爷在屋里呢，李姨娘都被打发走了。夏仆只是奉命陪同大夫远远候着呢。等了许久，突然听到世子大喊一声，这才领着大夫进去。当时老侯爷就已经昏厥过去了。难道是他？也许，大概是。快把大夫送回去吧。累不累？我帮你揉揉腿。谭悠悠无话可说，转过身背对着他，继续吸溜他的奶茶。轩轩想你了。我是不是很不招人喜欢？哪里？夫君太过自谦，王表姐就很喜欢你啊，魂牵梦萦，恋恋不舍，就连荣华富贵都没你香，没你美。他哪里是喜欢我，他从始至终喜欢的都是他自己。之所以不肯放过我，不过是不甘心不服气罢了。他觉着我就该守他一辈子，为他鞍前马后，不顾生死。那你为何不守着他呢？难道是怪他不是真爱你？哎呀，你们这些个负心人啊！你才是我的妻，我该守的人是你，我最该对得起的人也是你。哎呀，好冷啊，好大一股穿堂风，冷得我想笑。想笑就笑吧，我确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妥，但我对你真没坏心，也不是故意要委屈你。谭悠悠把他的手指拿开，将轩轩递给乳娘抱出去，然后挽袖子掰指节，淡淡道：来，让我打你一顿。为何要打我？狠狠打你一顿，再和你赔礼致歉，说我不是有意的。毕竟我虽然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妥，但我对你真没坏心，也不是故意要委屈你。想打就打吧，别打脸就行，只要你能出这口气就好。谭悠悠轻蔑一笑，收回手，翘起长腿靠在躺椅上晃啊晃。你也配？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听好了，你也配。我为什么不配？因为我嫌弃你，鄙视你，讨厌你啊，所以我说你不配。
裴荣愣在当场，觉着自己被砍了1万刀，从身体到心脏都被谭悠悠手中那把无形的上下翻飞的刀剁成了泥。谭悠悠从柜子里摸出一瓶烈酒，豪气地就着瓶口吹了一大口。姓裴的，老娘不想和你过。你以为随便是个人就能挨我的打吗？啊！告诉你，不能。我想好好说，愿意忍气吞声斗乐取向，那是因为我懒得动，只想苟着。现在我不想苟且了，所以不想和你过了，滚！还干嘛干嘛去，哪凉快哪待着去。你怎么可以这样粗鲁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啊，一直都是。你以为随便弄个嬷嬷弄把戒尺就能把我驯服了？我是懒得和你计较啊。怎么着，不服气？不服气来打架啊？看我不把你揍得满地找牙，哭着找爹爹。我怎么了？平时嘴皮子不是挺利索的吗？这会怎么结巴了？来呀，吵架打架，你不是天天举石锁提水桶吗？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裴荣果断掉头往外走。你喝醉了，我不与你计较。谭悠悠将手一伸，牢牢抓住他的腰带。我要和你计较。以为我怕你啊？裴荣大吼一声，反身就朝谭悠悠扑去，气势仿若猛虎下山，巨浪滔天。谭悠悠一个愣神就被他扑翻在地。裴荣出手如电，双手紧紧扣住他的手腕，同时膝盖分开，死死压着他的腿，身体也跟着俯下去，紧紧压住他的身体，动作熟练又流利，也不知道练习了多少遍。真以为我弄不过你啊？我那是让着你。暴露真面目了吧？装不下去了。暴露真面目的人是你。裴荣死死压着谭悠悠，不想起身，又软又香，舍得放开的肯定不是男人。谭悠悠唇角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身体猛地往上一顶，裴荣还没反应过来，人已调了个方向，成了被压制的那一个。他闷不作声地和谭悠悠反复争夺高地，就是不肯输这口气。力气大了不起吗？不到最后一刻，他绝不认输。如此鏖战几个回合，谭悠悠终于将裴荣彻底制服。他得意洋洋地骑在裴荣身上，冷笑：来啊，不是让着我的吗？来啊，继续啊。裴荣不出声，不反抗，只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表情和眼神都很不正常。谭悠悠被这熟悉的眼神和表情惊呆了，稍微一动就感觉到了裴某人身体的变化。他立刻站起身来，不想和这莫名其妙的男人继续斗了，打架都能打出来那种感觉，真是奇了怪。裴荣坦然自若地跟着起了身，